大家好，今天是2023年6月30号，比特币还在3万美金附近徘徊。或者今天视频来聊一下，现在也是有发现日线里面比特币有一个收敛三角整理的形态。那这种形态整理完，它会往上去突破吗？还是说有没有可能会往下跌破？或者我个人判断，有可能目前还是在箱体震荡啊。如果我们去参考今年3月份这一个箱体，以及今年1月份的这个箱体，里面有哪一些知识点值得我们去挖掘，以及去年带家人们在2万下方抄底，今天再来聊一下这一个周线的 RSI 指标。历史上它每一次顶背离跟底背离的位置，买卖点我们要怎么来判断，以及它背离的一些位置我们要怎么去判断，有可能只是箱体震荡啊。复盘之前可以订我们的 YouTube， 也可以我们邀请链接注册交易，或者有用我们邀请链接交易过的朋友，也可以加入我们 Discord 社群，上面有程序交易的买卖信号。我们先来看一下比特币日线的形态是这样子啊，我们参考这一根 K 线，也就是这一根 K 线它的收盘价，它整理的结构现在全部都是一个超强势的一个整理结构。因为价格收在这一个收盘价上方的 K 线，1根、2根、3根、4根、5根、6根、7根，到今天应该是第8根，只有1根价格是收在这一个 K 线的收盘价的下方。现在是一个收敛三角，而且可以观察一下，有聊了几天，我最担心的就是有这种无指上的量，如果量出不来，有可能高点是不能追，它会在这个位置箱体震荡，或者是箱体你也可以拉的小一点。那中线有没有可能会形成一个中线整理挖坑的位置？我的判断有可能才是期货下一次要再做多的一些点位。因为我们可以看一下前面的几个位置，如果我们看这个箱体跟3月份的这个箱体，或者是1月份的这个箱体，其实大致都差不多，它都是在不断的上冲下洗，上冲下洗，上冲下洗，就是这样子区间来震荡。目的为了什么？为了是把前面低点买的一些筹码，在这种整理的位置给它洗下车，让很多人觉得比特币又要走大空头，又要走大空头。但是它其实整个中线后面是会形成一个偏中线的一个整理区间，有可能挖坑的位置，挖坑的位置才是重要的下一次多单期货的多单埋伏的位置。我们可以看一下前一波3月份整理的形态，它这个位置拉上去以后，它也是相对偏强势的一个整理结构，然后它在这个整理结构里面，我们可以观察一下，其实也是非常的纠结，动不动一根下跌，然后又一个多方吞噬，然后又整理了2天，这2根加起来是一个空方吞噬，也可以看一下空方吞噬，就类似这2根的一个空方吞噬，后面是又拉上去，又来一个多方吞噬，又来了一个空方吞噬，它还会这样子拉上去。我的观点是不重要，如果这个收敛三角真的往上去突破，你要观察一下它量能必须要放出来，因为最近很明显的观察量是在退潮，有可能我的判断它还是在这一个大箱体里面来震荡。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3月份这个箱体震荡完以后，它会再往上去突破，也会再压回来，甚至就是这一次的 25K、26K， 真正买点的位置是在这种挖坑的位置，有时候中线的买点要等非常长的一段时间。当然短线客的朋友，你可以在这种箱体的区间，就是在这个位置有低点位置看要不要做多，或者是也是有聊了几天。如果我们参考很重要的一个超短线支撑，这个位置也是很重要的一个支撑，就是这一根 K 线的开盘价附近，或者是还有一个支撑，就是我聊的这一根 K 线的低点，大致是在 29.5K。 或者我们可以观察一下1月份的这个整理的形态有没有一些参考点啊？可以看一下这一根如果是一个表态，它收盘价收在这一根上方的，也是大部分的时间收盘都是收在这一根收盘价的上方。不过它这里面也是一个整理箱体的结构，它并没有继续，比如说这一根上涨，它也没有继续这样子继续往上喷再涨个1倍，因为也是看得非常的明显，就是上面不断的有压力，这个区间有压力，或者是这上面也是有压力，有可能就是每一次主力的一个手法屡试不爽啊，它都是箱体整理到位，有可能会在挖坑，或者是箱体整理的区间里面，我们可以看一下，也是不断的有多方吞噬或者是空方吞噬。所以现在的一个区间观点是这样子啊，有可能还是一样，就是我们尽量以箱体震荡为主来对待。然后我们再来观察一下比特币日线5天的成本跟10天的成本，它5天跟10天的成本
基本上都是在这个区间。所以留意一点，就是它是超强势整理的结构，要变盘往上去突破，必须要给我放大量。现在还有一点，好好的 KD 指标在80上方，它是来到80下方，来到80下方，如果是去继续过高，又担心日线里面这一个 KD 会不会有背离，因为在周线里面 KD 有背离，包括 RSI 周线里面也有背离，等下要跟大家聊啊。那我要再来聊一下4个小时的一些技术形态。我们可以观察一下，最近有一些量价是有一点不太漂亮，比如说4个小时里面这一根下跌的量是相对比较大，然后这一根量也是相对比较大。短线里面上涨的时候是有一点量，但是大量没有盖过这个下跌红色的量，所以也可以去观察一下这个上影线或者是这2个上影线的位置也是有一些压力。它如果强势的结构要往上去突破，要留意一下这几个压力位过的时候必须要放量，甚至这个高点过的时候也必须要在日线里面放大量，才有可能会化解日线里面或者是周线里面的一些背离。那我们要来聊一下周线的这个 RSI 指标。去年的时候6月份的这个低点，后面是 FTX 交易所在崩盘的时候，10月份的这个低点是比6月份的这个低点要低，但是下方的 RSI 指标我们可以观察一下， RSI 指标是在呈上升的一个结构。历史上有这种就是抄底的一些位置，如果是一大波崩盘超过 70% 或者是 80%， 如果有再出现这种背离的位置，该抄底要抄底啊，要大胆的抄底，重仓去抄底。因为历史过来人10多年的交易经验，往往发现很多指数也是有这种现象。你可以自己去找其他的市场，在周线里面有这种背离，级别一般上涨都是会非常的大，就是底背离的位置。或者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一个 Divergent 在2015年的这个底部，当时也是有背离的结构，就是比特币从高点到这个低点跌幅是超过 70%， 好像是85左右。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的价格是在这个位置，2015年的1月份这个低点，后面是有一个黑天鹅事件，应该这个低点就是有一个黑天鹅事件，它是把2015年的这个低点给跌破，就是价格在呈下降的一个走势，低点在走低，但是这个 RSI 指标可以明显观察一下，它是在呈一个上升的结构，所以在这种低点抄底的位置买对的话，也是一定要给我报到这种未来的一个牛市。不过抄底的一些位置还有一些参考点啊，就是周线里面的这个 RSI， 我们可以观察一下15年的这个底部，它跌到这个低点的时候，也就是这个黄色的位置，它是穿过30下方，大约是在25附近，也是很重要的一个抄底的点位，只是猜不准后面有没有这种挖坑的位置。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2019年，它也是事隔3年到4年，很长一段时间 RSI 都没有来到30，甚至破30下方。2019年这个底部就是底部，所以去年的时候我们再观察一下，也就是这个 RSI 它也是3年到4年从来没有见过周线的 RSI 空间跌的超过 70%， 来到这个位置，也就是 RSI 跌破了这个30，接近25附近。所以当时在2万下方开始计划，朋友们你下去应该要重点去抄底这个比特币。到现在虽然过程有错过 FTX 交易所，当时也是有爆过仓，不过到现在我的观点也是一样，以后我们要利用这种知识， RSI 在周线里面真的有来到30下方破30，有可能就是重要的重仓抄底比特币底部的一些位置，或者是现在的一个位置。最近为什么也是在担心比特币有没有可能是一个中线的整理？因为我们可以看一下，就是这一次的高点已经是过了前面这个 31K 的高点在过高，但是它这个 RSI 指标是在呈下降的一个结构，就是这个高点没有穿过这个高点。不过后面如果真的是再放量上去，也是不排除这个 RSI 有可能会化解这个背离。然后我的观点是这样子啊，整个长线对比特币大牛市或者未来分流的牛市观点还是不变，只是这个位置它如果有整理，它并不像比特币历史一些顶部的位置，就是 30K 到这个位置6万9或者是6万8，整个高点的位置它是涨了10几20倍的高位，
有出现这种背离。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高点是在走高，但是它这个 RSI 指标低点是在呈下降的一个走势，它的空间是涨了10几20倍，这种高位我们要小心，有可能要掏顶。现在的一个位置，我的观点是它是有背离，但是它涨的空间其实也就1倍啊，1倍的位置不排除会不会有震荡，或者是整个中长线，我的观点还是不变，尽量有买对的朋友，你尽量给我抱住。最后还是一样，可以对我们的 YouTube